你对新角色的认知只是单纯考验手速吗？一顿闪电快如鬼畜，取消与取消之间好似看不到影子。但你们知道吗？实际上毒蛇从古甚至到今最考验的是木压，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做好更快的手速。不知道大伙儿现在玩到这个角色之后是如何评价的？他确实是目前街霸6里最难的角色，应该没错了。但实际上他也是整个街霸系列里最难的那一批。但我觉得这一代的毒蛇仿佛是为了契合街霸6这个系统而主动加以限制，很多时候还没开始爽，就发现自己的绿槽好像就已经用完了。今天让我这个喜欢钻研连招的格斗臭遗老发力，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角色在游玩和操作上到底是有多逆天吧。首先，毒蛇出现在街霸4的首发版本，背景故事呢就是一个特工潜入坏人基地啊，各种收集信息的故事，多的呢就不展开了，太多人做了，随便网上一搜就有一堆。哪怕你不熟悉他的故事背景，但你只需要知道，凡是遇见了毒蛇，我的小嘴都会不经意间说出一句妈妈。那么有意思的是它的对战部分，毒蛇有别于当时绝大部分角色，属于和厨师一种类型的力回破坏者。毒蛇虽然只有3招，但哪怕你不玩正儿八经的取消流派，毒蛇除了地震以外，它的电拳和火腿都是安全招。然后在老街霸里，几乎全角色的普通圣人都有无敌判定。同理毒蛇的反摇重拳和 EX 地震都有无敌。那么就在每一次电拳和火腿之后，随机概率的凹重电击，很多时候也能搞死一些分数比较低的玩家。除了有这些安全招去辅佐你去破坏对手常规节奏以外，那么毒蛇的取消和高跳就能彻底击碎每一个和他对战玩家的脑细胞。我相信很多即便没有玩过街霸4的玩家也知道，光看他鬼畜般的操作就能判断他的难度对比其他角色一定是断层级别的。除了招式与招式的取消这种逆天操作以外，街霸4的预输入也极其严格，再加上本作指令的优化程度，实际上玩到的毒蛇这个角色其难度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再难上几个档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连续戳电3个版本收招不同，想要达到极限就必须用重版本，并且在出招瞬间同时按下其他2个拳。我自己反正是做不到我只能用轻版13帧的收招来做演示。其实看着就已经比较鬼畜了，对吧？看看4-1毒拉提夫在赛场上的手速，并且经常都需要用地震佯攻来引导对手出破绽。但地震的指令是623，并且最速取消是14帧，那么意味着想要实现他的操作，就必须在14帧以内再次输入地震佯攻，然后要连贯就要不间断的623，可想而知这个角色是有多么的费手。因为有了取消，毒蛇可以利用取消来实现原本不利的招，让自己的防守或者进攻变得有利，甚至可以利用戳电的无敌判定佯攻取消来实现自身短暂无敌的起效。以上这2个例子在街霸6中只有对空时还能实现，并且对比一下速度，大家就能明显看到街霸6已经是延长了佯攻的收招时间，也算是对毒蛇这个角色本身的一个削弱之一。除了实现自身短暂无敌以外，毒蛇还可以利用低空火腿实现快速的无责任压制，并且压制对比现在的6代还要恐怖许多。卡好低空火腿打中战力对手，最多可以拿到6帧的优势，而6代则是平帧，并且过去的指令是反摇脚，对比现在的629难度还要再上1-2个等级。简单说完了这些需要手速或者手法的部分，但实际上想要把这些操作用的行云流水，手速和手法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木压。在4代我们取消高跳的时候，通常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帧，那么也就是我要在这数值范围以内快速戳出下一个招式。但是别忘了，通常我们使用的时候前面还有招式的铺垫，同样会根据你复合戳招和招式的不同影响到它实际上需要的范围，一旦快了或者慢了就会失误。所以我花了那么大的篇幅试图让大家看懂这个逻辑，也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曾经的毒蛇难度是如今6代的几倍甚至更多。那么核心问题来了，街霸6的毒蛇表现究竟如何呢？这里先说我的答案并在之后我来为大家解答一下它在操作上的各种难题。首先，毒蛇在我看来是一个为了一盘醋包了一盘没有多少肉但吃起来又特别香的饺子。正因为我的白月光是街霸4，所以我对毒蛇的期待也同样是做回那个力回破坏者。而且毒蛇在最初的设计上就是各种无责任和迷惑又快速的进攻为基调。显然过去那些无责任的招式尽管操作难度非常高，但是放在6代里还是太逆天了。然后要考虑到这个游戏资源的核心，就把高跳变成了一个限制资源，这样过去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非人类操作已经无法在街霸6里重现。而且考虑到新玩家一定会对这种超高难度操作有一定的反感，但是毒蛇的种种核心又必须依赖这些高难度操作，所以在指令本身和判定上做了巨量的简化。同时毒蛇的风格玩法虽然在这一代加强了力回的部分，不过好的是依旧保留
入了一些乱来的传统艺人，并且只要你的手法足够熟练，在伤害的收益上也同样给足了反馈。现在街霸6的毒蛇提炼了过去指令操作逻辑的精华，做了大量的简化，限制了过去过分逆天的套路，但在操作上你又能感受到格斗游戏操作的灵魂。对局里资源管理和对局适度的使用占比也变得更加明显。现在街霸6的毒蛇不仅对前作的精华提炼的十分精准，在难度上是非常合理且成功的一次简化。尽管多了资源限制，让它变得比以前更需要力回了，但同样在对手对策不足或是虚损的情况下，依旧能把对手打到昏头转向，找不到北。尽管我这个月忙得不可开交，但在我最近短暂的游玩时间里，毒蛇再一次让我燃起了对这款游戏的期待。哥们儿玩毒蛇不为输赢，只是单纯的想在你面前秀一秀手法罢了。最终，我对街霸6新角色毒蛇的评价为10分满意，年度必玩角色。好，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下毒蛇指令上的变化，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法来实现各种看似非常难的连段。其实大体可以分为3种，第一个就是低空火腿，因为这一代指令从反摇变成了正摇，并且仅限直跳和前跳，改动非常合理，实现难度呢也很低，也就是正常正摇的时候补一个上的指令再按脚即可。然后另一个稍微有难度的是连续地震，这里我拆分出设备来说，摇杆连续出地震推荐62629的时候呢，从2开始手从搓变成转，然后再按圈，这样会相对舒服和精准一点。而 Hitbox 更简单，第一个地震正常出，第二个地震只需要拳和跳同时按就能实现。稍微练一下木牙，成功率就极高。甚至你可以利用 Hitbox 的 SOCD 规则，在第一个地震之后按住6不放，然后不断的按4、2就能稳定出，简直像喝水一样简单。第3种就是高跳取消，像重拳取消的话，就需要按住重拳之后延迟一点点，然后出214P 加上一个高跳，其中 HP 和跳同时出，并且出来之后呢，快速按下随机 K 即可取消，甚至可以用迸发的快捷键和跳同时按2下，也能实现取消的效果。然后中脚取消地震，其逻辑和连续地震同理，但是要稍微慢一拍出升龙指令，然后跳和拳同时按即可。在毒蛇出来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角色更适合的设备应该依然会倾斜在摇杆这边，但就在13号那天晚上，我就专门用 Hitbox 以街霸4局里研究出了各种超高难度的取巧手法。加上我玩到街霸6毒蛇后对比2台设备，我发现其实两者都能很好的驾驭这个角色，并且我认为 Hitbox 甚至会在某个技巧上要比摇杆上手门槛更简单。不是我说这一期有植入就意味着偏向了 Hitbox， 而是因为这一代招式的简化以及指令残留的时间和预输入对比过去4代都宽松了特别多，这才让 Hitbox 起码能在6代操作毒蛇的流畅性和摇杆势均力敌。再往细了说，像戳电和地震的佯攻收招速度比过去更慢，降低了操作量，拳脚优先级可以同时按下2个键就能判定生效，这是放在4代想象不出来的待遇。还有低空反摇脚本身就比低空正摇更吃手法一点，现在 Hitbox 用起来几乎跟正常戳正摇一样简单，尤其是拳脚取消大招可以说是宇宙级难度下调。 Hitbox 本身就有方向精准的优势，所以现在对比2种设备，与其说是势均力敌，不如说这是街霸6对现在玩家需求和外设市场优化的成功案例。这里补充一个小 tips， Hitbox 玩家玩毒蛇建议用双指跳的操作方式，可以增加流畅性，并且以天刃星举例，这种大的跳键就很适合拿来双指跳。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摇杆 PB 双修玩家的话，我十分推荐你试一试我的小总结，看一看哪种形式更适合你。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因为这个角色可以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光是提炼这些也来到了大几千字，加上我后期包装又要赶热度，工程量确实有点太大了。如果有些讲的还不够深入，十分欢迎各位大佬补充指正。后续秃某人还有特别多精彩有趣的内容，大伙千万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动力。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秃头，你还愿叫我一声艺术家吗？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